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蔡小强，感谢大家收看新的一期的《DOTA 2新手节视频啊，也是有几天没见了啊。这两天过年嘛，回到家了，没有在自己房子待啊。这两天是回来了，就正式恢复更新了，也是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多多发财吧。好，今天咱们就来做这个新的英雄了啊，讲小鱼儿啊。这个英雄号称是只要你学会就能低端局随便上分的英雄啊，来自某位知名玩家啊。然后咱们今天来讲这个小鱼人斯拉克的用法啊。好的，来咱们来看一下小鱼人这个英雄啊。这个英雄是一个敏捷近战核心啊，成长2.1、1.5、1.9。为什么称为弟弟鱼呢？哎，弟弟鱼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成长三维这个总数值特别的低，哎，这就是全刀塔数1数2低的了，2.1加1.5加1.9啊，这个成长相当的垃圾啊。但是如果一个英雄而且还是核心的成长，是排的刀塔最垫底那一层的，它的技能机制一定相当强大，哎，对吧？不然的话，这个平衡就不对劲了嘛。然后出示58的攻击力，3点的护甲，300的移速，可以说相当的均衡啊。来看技能，首先一技能黑焰契约啊，这个技能算是一个小鱼人的招牌型的技能，它的效果很多啊。首先来咱们看一下效果，就比如说咱们选个斯温啊。好，他的技能首先是能够有对自身释放一个多次的一个强驱散，咱们来看效果啊。你看，就是能够在自己眩晕的时候直接被打醒，咱把它升满，升满的话有1.6秒，看的可能比较清楚一些啊。然后风锤，你看直接能从眩晕状态中醒来，就是它有一个1.5秒的施法延迟，就是你摁下去之后，1.5秒钟之后才会生效。然后生效之后呢，会对周围的这个敌人造成一个300的这么一个 AOE 伤害。再来看效果，效果还是很明显的，300的 AOE 伤害。然后呢，在这个伤害期间，它会对自己生效数十次的这么一个强驱散，就是每跳一次都会驱散一次自己。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技能。他在打团的时候，首先他就是靠这个技能在战场中来回穿梭、横行霸道的。就比如说对面的控制多，小云也不怎么害怕。就比如对面有莱昂之类的英雄，对不对？然后呢，你在进入战场之前呢，你先开这个技能，你先开它，就算莱昂把你扬了，哎，你也能够直接醒来。就算莱昂扬加戳一起用。你看2个技能都失效了，对吧？它是多次的强驱散，所以说它在对抗那种控制较多的阵容的时候，其实是相当好用的。别的大哥都怕控啊，小鱼人是不怎么怕控的，就是因为这个技能。其次，这个技能也是一个小鱼人的打钱技能，因为它的 CD 非常的短，大家看9876，对吧？满级只有6秒的 CD。然后呢，300的 AOE 伤害可以说是你在打前，不管是打野还是小兵都可以持续的用。基本上你一个技能清不掉，2个技能咋都清掉了，对吧？所以说他打野打线非常的快，就是靠这个技能。所以说一般也是主升的，用来中期刷钱的，然后也是辅助在团战之中进行输出的嘛。你的平 A 配合这个技能共同作用，对吧？在整个生效期间，敌人都无法对你造成控制，且你能靠这个技能持续的对敌人造成一个魔法伤害这大概就这么一个用法。好，然后咱们先讲3技能吧。3技能能量转移这也是小鱼人招牌核心技能。简单来说就是偷窃属性，偷敌人的属性加给自己。咱们先来看一下斯温的属性是44、36、26，对吧？好，先来看43、42，然后这个是33、32、22、21，也就是说小鱼人每 A 一刀，它的力敏智同时下降1点，就3维减1减1减1。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内给小鱼加3点的敏捷。再看小鱼51、54、57，对吧？就是每 A 一刀，小鱼加3敏，对方是减1减1减1这么一个样。但是小鱼人的力量跟智力是不加的啊。这个技能是小鱼人作为对 A，就是前中期对 A 王者的这个招牌技能，因为你偷对方的属性，对方的属性会越来越低，他偷力量是什么？血上限就会越来越低，对吧？然后呢，偷敏捷，对方的护甲跟攻速就会越来越低。那么你自身加的这个敏捷跟攻速，你看这3、6、9，对吧？等于说你 A 了3刀就加9敏了，这个1000块钱才10敏。所以说你只要这个攻速快了之后，你啪啪啪啪啪在短时间内 A 他个10几刀然后这个敏捷就会加了非常的离谱，那么你的攻速就会特别的快，你的护甲就特别的高。简单来说
就是你打小鱼人，一开始打不过，就越打越打不过，哎，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有了这个技能之后，对线的时候，你可以白嫖对方近战英雄的这个属性。没事补刀的时候呢，哎，摸他一下，对吧？就是摸他一下，再补刀，再摸他一下，摸个2、3下、3、4下，他发现不对劲了，然后这个时候他想跑，然后你就可以配合队友去击杀他了，就很简单了。因为你的攻击力高，攻速快，他自身是敏捷英雄嘛，加了敏捷也是能够补足攻击力的啊。好，来看这个2技能突袭，是这样子的。你可以向前一跳，被跳中的敌人是处于一个束缚状态啊，被束缚状态。哎，被束缚状态啊，他是走不出去这个范围的，就跟帕克的那个大招是完全一样的道理。束缚时间1级2.5秒，满级3.25秒，然后1级 CD 22秒，满级 CD 10秒。这个 CD 的成长相当的可观，每升一级有4秒 CD 的这个成长加成，且啊，注意且啊。然后这个控制时间加成之外，还可以获得一个能量转移的层数0、1、2、3，也就是如果你把这个技能升满了，你每跳中敌方英雄一下，你的自身就会获得9点敏捷，然后呢，对方会通透3，哎，就是这种技能。所以说你在跟人对拼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先平 A 上1、2刀，再一跳，啪一下这个属性就攒，你看一下24米了，对吧？就一下攒起来了。再对 A 的时候就相当厉害了。所以说这个技能它是小鱼人非常重要的控制技能，同时呢也是一个就是对于自身的属性补足的这么一个技能，很好用啊。只不过这个技能有一点问题，就是说是新手经常容易跳偏啊。就比如说咱们刚才看的，你跳偏了，这个技能就完全没有任何用处了。你必须要正对着直线上，正对着敌人跳中他啊才行。然后这个时候敌人就走不出去了。啊，然后直到结束才能走出去。这个技能，所以说小鱼人想用的话，要么搭配队友的减速控制，就是队友控住了，对吧？你先 A 上几刀开1技能，敌人一醒，哎，紧接着接一个束缚，这是对于新手来说最稳的方式。如果没有这种新手控制，要让你去打新手的话，那么最好接一些就是减速型的技能，就比如像散失啊，对吧？这种技能，然后来先对方进行一个减速，对方走不动了啊，你再跳他就可以了。如果要直接莽着跳，哎，那怎么办呢？不要点他的英雄啊，因为你点他英雄的话，在这个 DOTA 2这个游戏机制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些自动寻路的问题，就比如说绕树林，或者说是线上有小兵，你小鱼人又没有相位鞋，没有相位状态，他就要自动寻路，被迫的怎么绕过一下小兵，再去打他，所以他的行动路线可能就会变成这样子，哎，他要绕一下小兵再走回来，哎，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你如果是直接点他的话，会经常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小云要想直接跳的话，它的鼠标的方向应该是在两者之间的2点连线上的。哎，就比如说斯温在这个方向跑，对吧？在这个方向跑，那么你想追击他的话，是要点到他这个2点连线上，这么点，这么跳的话，这就对了。所以说，一般来说都是点2点的连线中的某一点，然后进行跳跃的，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吧。但是不要有心理压力啊，它这个由于是非指向性技能，跳不中是经常的。你看在打比赛里面，小鱼人跳水比比皆是，对吧？都最顶尖的 C 位英雄打小鱼人都会乱跳水的，你们不要有压力。因此，宁可不跳，哎，你可以让队友先减速，先控制，你后手跳，这是最稳的。大不了先手跳偏了，也不会有太多人说你的啊。行，然后就是继续看啊。然后这个大招暗影之舞，这个技能是首先，如果你处在了所有敌方英雄的视野之外，怎么来看效果？啊，你就会获得一个 buff 啊，这怎么这么远？就是暗影之舞生命恢复，你看这多了一个 buff 对吧？首先呢，获得24%的移动速度加成，并且每秒恢复生命。你看现在的生命值，在裸装的情况下已经达到了66.8了，咱把它升满。啊，直接每秒回128啊，这在裸装的情况之下，因为它可以给你带来额外的120点的每秒回血加成，且会提升48%的移速。你看在没有鞋的时候是444，对吧？咱买个假腿，随便买个假腿，你看直接就525了，525就和满移速几乎差不多了。比如说小鱼人在不在对方视野的这个侦查范围之外。啊，你就会获得这个 buff， 这个 buff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反侦查的这么一个技能。什么意思呢？你正走着呢，哎，效果失效了，说明什么？你暴露了，要么是暴露的对方有人开悟了，要么是什么？这个地方有真假眼，哎，就有假眼，对不对？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反侦查型的英雄，比如现在咱们正在地图上开心的逛街，一直有这个，你就说啊没事儿，这个地方是绝对是在小地图上是什么，绝对是黑色的，对方是看不见的，我处于战争迷雾之下。但是呢，一旦你正走着走着，就比如说咱们做个模拟实验，哎，咱们买个眼，然后呢，亮插到这个位置。好吧，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一直视野丢失，对吧？比如说我从家里面往出走，哎，从家哎有的，走着，突然之间到这儿了，哎，你看到这儿到这个位置了，对吧？视野没了，然后我再看一下，往这边走，哎，到这儿了，大概视野又有了，也就是说，在这个点跟这个点的时候，我是有这个 buff 的，但是一旦到了这个位置左右的时候 ，buff 就没有了，说明什么？大概因为你看的眼的这个侦查范围大1600，也就是大概是比跳刀稍微远一点点那个距离，从这儿或者这儿两点之间，你就推测一个大概范围嘛，也就是说大概是在这一片儿，哎，就是这一片儿的这个位置是有眼的，所以说你可以叫那个队友，你说。大概是这一片，你给他打个点儿，哎，然后让队友买个针眼，队友一插，哎，你看发现这儿有假眼了，就把假眼反了。这是小云很隐藏的一个用法，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 buff 的这个消失时间来判断对方的眼大概在什么区域，然后一般插眼的那几个常用的点就那几个嘛，所以说你就很容易判断对方的假眼大概是插在什么位置了。人形宝石，好吧。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是，如果你正走着呢，哎，突然之间这个 buff 没了，你就立刻有这种反应，你知道吧？就是立刻回头，先开1技能，再开2技能啊。这样子一来的话，你可能被什么？对方吃了隐身符，对方开了引刀，哎，或者说对方有雾，他们身上还有跳刀，你提前已经被发现了。所以说，第一反应，只要这个 buff 一消失，立刻，然后把自己跳到一个安全的位置，这是打小鱼人高手必要的一个反应啊！你看这就没了，说明什么？你要么暴露在敌方的视野之下了，对吧？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先开1技能，保证就算对方跳上来了，给你接控制，你也能第一时间解掉，然后解掉的第一时间也能跳走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啊！好，这是大招的这个基础的用法。第二，主动用法，主动开起来之后呢？你可以在这个大招持续时间之内啊，不停的进行平 A 跟放技能都不会显形，但是呢，依旧会吃范围型的技能。就比如说我开大招了，看眩晕条还是在的，也就是你其实是处于一个隐身状态，但是是一个放技能、平 A 用物品都不会破隐的一个隐身，不过还是会吃到 AOE 的。然后同时呢，你开启暗影之舞之后，这个 buff 就自动生效了，因为你敌人看不见你了嘛，对吧？敌人看不见你，就可以获得一个高额的回血和高额的移速啊。因此在对拼的时候，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剑圣，哎，就可以直接打断对方很多那个持续伤害的这种技能，对吧？对方无法对你造成生效，所以说小人打剑圣非常的舒服。然后要么就是在对拼的时候把你拼的没血了。好，这时候呢，咱们大招一开，反手跟对方打，对方打不了你，然后在大招持续时间之内，我又可以回血，因为秒回120多，你看打完了以后，这个血是不是回起来了？且偷了对方很多的这种敏捷层数，啊，然后再打的话就很有优势了。大不了是什么？咱们大招时间结束了，往出跳，哎，跳走，对吧？然后跳走，然后等这个 buff 给咱们回会儿血，哎，就是这种感觉。等 buff 给咱们回会儿血，然后等血回满了，然后咱们再返回战场，可以靠大招来打拉扯，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技能。好，来看那个魔晶啊，有了魔晶之后多了一个深海护罩这种技能，这个技能是非常全面的一个半主动半团队的这么一个感觉的技能。咱们造几个很常见的英雄，然后比如说像虚空假面啊，这都是路人局中特别常见的这种核心。好，咱们再来做一个大哥。好，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队友，哎，它的效果是什么呢？首先你可以选中一个小范围，看这个小蓝圈就是小范围，放下去之后呢，你可以在里面来回穿梭自如的出来或者进来。就比如说咱们放个雾，队友也可以啊，走出来走进来，就走进去就隐形了，走出来就那个不隐形了。哎，就是这种感觉的一个技能，持续时间3秒。有人说3秒钟能干嘛呀？就是首先对于小鱼人自己来说，他可以大招跟这个暗影之舞一起放，对吧？就像刚才说的对拼，大招是4.5秒，这是3秒，也就是在7.5秒钟之内，你都是处于无敌的。你先跟对方拼嘛，对吧？好，然后快死了，先放一个这个小物，然后跳中对方，对方走不出去，啊，对方再跟你打。然后这时候呢，血比如说再被打掉了，再开大招啊，在团战的时候你2个来回开，你就用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去打自我的一个输出了
哎，对不对？你的生存环境很好，这两个7.5秒的持续时间很厉害。第二呢，救队友，就比如说队友被这个虚空大掉了，然后呢，虚空要输出他，你给他放个这个，虚空就傻了。啊，对吧？这虚空大招结束了，你这个暗影之舞深海护照的这个效果也结束了，或者就说是敌人决斗他，决斗直接被打断。啊，是吧？因为人消失了，你跟谁决斗去啊？同理，还有经常类似剑圣的这种无力斩之类的技能，啊，直接被打断。所以说，当对方有一些这种非常致命且你们无法处理的这种敌方英雄的大招无法处理的时候，你就出一个魔晶，哎，用这个深海护照去打一个什么反手，因为你作为一个1号位，你也不要总是身先士卒，第一个冲到敌方阵营里面去打输出吃探头技能，对吧？你让3号位先去，3号位中单去打的时候，由于你有这个技能，他们其实也挺放心的。就像刚才说的，虚空更大到了人马加蓝猫，哎，你这一个深海护照直接罩住人马蓝猫，深海护照结束了，虚空大也结束了，对方的第一波最关键的技能结束之后怎么办呢？哎，你反手跳进去，对吧？配合队友。哎，打一波输出，哎，这个团战的感觉就起来了嘛，对吧？所以说这个魔晶在有一些敌方无法处理的技能的时候是相当好用的一个道具啊，非常好用。但是如果对方的技能都比较质朴，哎，那你可以选择不出，或者是到后期白嫖魔方啊。好，再来看 A 仗，A 仗一出以后就变为充能型技能，2个跳。哎，并且呢，这个提升施法距离，充能时间是10秒，也就是说你有2个能连跳2下，且只有10秒的 CD， 非常的好用啊。因为咱们跳一下，刚才说了，跳下是3个点，对吧？3个点，然后跳2下就是6个点，也就是说是你只要在团战的时候，你有这2个技能，你可以通过这个跳，而且这个跳得很远。咱们来看这个距离，这个距离是非常非常远的，啊。然后你打完第1个，也可以立刻去打第2个啊。然后你有2个点，然后机动性也会变好，而且 CD 也其实讲道理来说也就变土寒嘛，对吧？你可以在团战的时候利用这个技能瞬间的拉出战场，啊，也可以利用这个技能瞬间的切入战场，因为它是一个有1000码跳跃距，你把它当跳刀使就行了，对吧？跳刀使就行了，这种感觉。比如说只要队友给控制了，你远远的瞄准，是吧？就像咱们刚才说的，2点一线，队友给控制了，瞄准点个中间线，然后直接往前跳就可以了，啊，就是这种感觉。不过进场的时候尽量养成一个好习惯啊，就是说这个黑暗契约和这个突袭同时用，就先开黑暗契约，再突袭进去。突袭进去两把你扬，哎，对吧？你因为对方的控制型酱油肯定是见你进来了，第一时间是先给你教控制技能。然后呢，你这个技能一教，哎，然后那样就控制不了你了，就是这种感觉。所以 A 仗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道具，基本上小鱼人是每场必出的。它既可以保证小鱼人的一个机动性，哎，其次切入、机动、逃生啊，什么都有了，而且还可以攒这个能量点啊，很好用啊。所以说这个 A 仗魔晶都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道具，看情况出。A 仗是必出的啊，这个魔晶看情况出。好，大概讲的差不多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加点。天赋和装备，加点的话，一般来说1级是学能量转移的，在线上你抠一些近战3号位很好用，一边补刀一边抠他，摸着他血量一低到2级了，学个突袭，哎，跳到他脸上他就死了，对吧？配合队友的一些输出，所以说1级学能量转移，2级学突袭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之后呢，就是主黑暗契约，靠这个技能，解控打输出，是吧？然后刷钱都很好用，6级加大招。之后呢，副突袭有大加大，最后再把这个能量转移点满。这个能量转移兑现的时候最多加2级，啊，1级就足够了，最多加2级，因为它每提升1等级，只是提升一个这个持续时间。1级的时候是20秒，2级的时候40秒，不要再加太高了，再加太高的话就是会影响一个中期的打钱的。所以说能量转移打双近战，比如对方的是一个什么马尔斯加白牛这种什么或者赏金这种双近战，你加个2级可以欺负他们。一般来说，打1近1远甚至2远的话，加1级都可以了，甚至不加是吧？打2远的时候，就是主要就是这种感觉。一般来说，推荐还是加1级啊，就主1负2加1级或者最多2级的能量转移，有大加大就行了啊。好，然后看一下实际的天赋，突袭束缚加0.5秒，跟黑暗契约点这个黑暗契约，它这个变成5.5秒。在团战的时候，你这个能提早放一点，就可以让你的就是让敌人的控制更加的难放，因为敌人。经常吃不准你什么时候放，会进行一个心理博弈。这个施法延迟1.5秒，然后持续时间还有1点时间。你看，其实你开了以后，直到炸完，它其实只剩3秒 CD 了，发现没？就是从你摁下去开始，这其实就已经生效了。到彻底炸完，基本上就只有3秒的阵痛期。所以说，这个减0.5秒看着少，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好，15的这个黑暗契约跟这个暗影之舞恢复从120变得170，但是说实话，这个恢复的话，
它的这个效果毕竟还是一个生存嘛。作为大哥来说，在优势局一定要先考虑输出加70黑焰契约，虽然说70少，但是呢，这个首先它能够加快你打钱啊，这是很重要的。15级左右正是你的一个就是要高速发育的一个时期嘛。然后其次呢，它这个 CD 短5.5秒370的这么一个 AOE 伤害，总输出量提升其实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这个加黑焰契约20级那个暗影之舞攻击速度，也就是说你开了大招之后。在大招生效期间，你还可以获得80的额外攻速和这个能量转移丢失失去，一定要加这个。这个生效时间太短，这个是一直都能生效，你只要 A 人就可以。也就是说是 A 敌人过去不是减1减1减1，现在变成减1点力量，减2点敏捷，减1点智力。你自己加是加4点敏捷，就是敌人额外的减1点敏捷，你自己额外的加1点敏捷，这个是很厉害的。你多 A 一刀就多很多，对吧？然后这个加这个25级，40能量转移持续时间跟暗影之舞持续时间，这个是加这个从4.5秒变成5.5秒了，和80秒变成120秒，一定要点左侧啊，这个是质变，就说你 A 敌人一刀，这个持续时间会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会一直存在2分钟啊。于是乎你在团战里面利用 A 杖的这种拉扯性。是吧？这时候 A 几刀杀个人 ，A 杖什么一手跳出去，是吧 ？A 杖跳出去，好回口血，跳回来，然后呢再 A 几刀。团战的时候这种拉扯，你越打不起越打不起，因为它这个能量转移会越来越多，而且不掉层数啊，这个是质变，所以说右左基本上是小鱼人通用的一个加点方式。好，来看一下这个装备啊。装备的话就是假腿啊，什么魔棒啊，你看对线看着出啊。然后核心装备现在基本上是2件，第一个是散失，第二个是这个。法师克星啊，这2件装备基本上是小鱼人现在必出的。如果你是优势啊，对线打出优势了，有进攻能力，那么散失出的越早，小鱼人的威胁程度越大啊，基本上就是见人杀人的这种感觉了，非常非常厉害。然后法师克星是一个就跟咱们之前讲那个龙骑士那一期很相似的，小鱼人能够加攻速啊，小人就吃攻速嘛，对吧？攻速快了，你偷的属性就多，加攻速加这个魔抗，你的肉度高，你可以保证自己不会被秒。然后呢，回蓝你可以靠一技能一直放来打钱。所以一般来说就是优势局你可以早出散失来压制打架，军事局或者劣势局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法师克星稍微出早一点来帮助你刷钱，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它还能增加输出嘛，对吧？降低敌人输出，你跟人对 A 的时候你也不怕，降低敌人输出，增加自己的输出啊，很好用啊。好，散失法师克星，然后之后呢就补 A 杖，这3件装备一出，其实小云就基本上就 OK 了啊，就他的战斗力就已经圆满了，该有的效果都有了。之后呢，看情况，看情况，就比如说对方有回血哥之类的，你补个冰眼没有问题啊。对方有什么特别强势的先手，让你的这个黑暗契约根本来不及反应开啊，就比如说对方有跳刀莱昂啊、跳刀蝙蝠啊之类的，举个例子嘛，这种英雄，那么你出个林肯也没有问题。不过这个版本的引刀啊，确实是远远不如之前几个版本厉害了。啊，之前几个版本的引刀是相当强烈的，因为有暴击嘛，有那个水灵剑。这个版本的引刀大家都不出了，因为它很贵，5450块钱，加攻击力加攻速，成了一个纯的一个输出装了。它不加任何的属性。其实小鱼人的一个核心的理解是，我自身的属性要高，我不能被一下就把大招打出来，或者说是我不能一下被秒了，连黑焰契约或者大招都开不出来，这是不对的。所以一定要保持一些基本的属性，所以它至少要多少加一些肉度的这种感觉。然后所以说你像这个晕锤啊，对吧 ？BKB 啊，这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些选择。这个引刀出的人比较少了。有些人说，那我如果对方有紫苑这种装备的话，我又不出 BKB， 这把比如说我出的是冰眼这种道具，那么如何解呢？现在都不出分身斧了，现在都是拿这个散魂剑当分身斧来用，因为你可以给自己用。就比如说对方的这个军团，它有一个血级之类的道具，对吧？对你威胁很大。然后说先把这个丢掉啊，然后比如说那个刷新一下，好，然后你可以散魂剑散魂自己，然后这个散魂剑结束之后呢，且能够提升你的这个移动速度并且呢这个你的速度跑得非常快，然后还是个范围驱散，对吧？还是个范围驱散，然后你给自己用的时候，敌人还跑不掉。这个就非常厉害，你自己跑得飞快，然后敌人跑不掉，因此现在这个散魂剑基本上是敏和大哥必出的一个道具了，是分身斧的强势升级版了。分身斧只有一些有攻击特效的英雄才会出，一般来说为了解状态都是出散魂剑了所以它的出装的整体的思路大概就是这些，就是保证自己的肉度的同时，然后再出输出装
啊，就是这种英雄，然后在团战中打7进7出的这么一个感觉。最后的这个魔晶就是看情况嘛，你需要出了就出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理解了。行了，小云的讲解部分就到这里，接下来咱们看实战啊，实战这个英雄是怎么玩的。